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本期的嘉宾小葱游戏的创始人咕噜来给大家带来他今天的演讲。大家知道小葱游戏近期发布了一个新的游戏叫狙击大作战 Overshoot， 然后也正好用上了打点开放平台他们新推出的这个 BSV 链上 token 的方案。因此呢，狙击大作战之后呢，还会发出叫 OVT， 对 OVT 这一个链上的游戏 token 啊，作为他们小葱平台或者是未来跨其他的游戏平台的一个通证。关于这个呢，我觉得大家毕竟是第一个游戏通证嘛，所以大家都有很多很多好奇的问题。然后近期我能感觉到整个 BSV 圈子都在玩物丧志，沦陷到了打枪的游戏当中，没日没夜。我看那个微信群里面没日没夜的大家都在讨论，然后都在想着说怎么样获得更高的分数，然后有没有一些游戏的秘籍。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是出于生态发展或者是产品和平台发展的角度，也给咕噜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所以我们今天呢，先请咕噜来给大家讲一讲他们这一次发布的游戏以及游戏未来的规划。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跟咕噜进行一些问答的环节，然后帮助大家来更好的理解这一次咕噜发布的新产品。接下来我们就把发言权交给咕噜了，然后我帮你翻你的幻灯片。行，好，大家好，我是咕噜。刚刚栗子已经简单把我们的这个产品介绍了一下。本来我想我是不是说一遍，但刚才已经说得很全了。然后这几天真的微信群里非常热闹，然后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提了很多，就是我们觉得非常有价值的看法，有些想法都刷新了我们的观念。然后我想说，不管是游戏玩家也好，还是就是对整个生态很关心的，就是朋友也好，我们都是欢迎的。就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只考虑游戏玩家，或者说只考虑你是不是 BSVR，这个其实没关系，就是我们的产品对所有的人都是开放的。好，那我就说今天的主题就是狙击大作战这个产品。我先感谢一下吧，感谢一下 BA，因为 BA 一直以来跟我们一直以来的互动，包括上个月的这个在深圳的这个研讨会，这个开发者的会议，然后一起又办了小葱的线下赏金赛，就是用这个狙击大作战的这个产品啊，然后办了一场线下的赏金赛，这一直以来非常感谢 BA。我们作为创业团队能有这样的机会，非常感谢。那么另外还要感谢要感谢一下打点，因为打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伙伴。因为打点钱包呢是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载体，然后呢打点又实现了这个 token 的这一套从协议到方案到服务，可以说是把这一整条链条都打穿了，都打透了。然后你想这些全都已经准备好了，要是我们游戏还做不好，那还像话吗？对吧？然后至于我们呢，就是大家重点可以关注这个蛋好不好吃，不用认识下蛋的母鸡了。好，就是现在的这个幻灯片呢，是我们之前8月份的时候在福州打点的这个创新营上面的一个幻灯片，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吧？然后这里面其实已经包含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大部分要素了。你可以看到，就是有竞技邀请，包括这个 NFT，然后枪械的这个调教，包括各种影响你战斗的各种因素，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比较明确的了。这个产品也是很难得啊，是我们小葱游戏从开始做这个小葱游戏平台到现在来讲，可以说花费心力最多的一款产品。那么我们也想是每个产品都能往前走一步，然后这个产品呢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就是 token 的这一块儿。然后今天呢，在今天的这个比较简短的介绍里，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是怎么想的，然后具体的有哪几块儿跟这个 token 有关。好，请栗子帮我翻到下一页。好，那么有这几块，一个是我们在这个 OVT 设计它的时候，考虑了哪些东西，有什么样的前提，然后 OVT 有哪些基本的特征，然后在介绍完这个 OVT 了以后，我们讲讲在游戏里我们怎么用，包括未来会怎么样。
好，那么思考和前提，我们在想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考虑什么？我们在设计这个方案之前，我们究竟想了什么呢？第一个是重要的问题，就是用了 token 能不能给你的项目带来真正的价值？那么你可以看到在这句话里边，其实真正重要的关键词是真正。很多人说，就是 token 本身是很有价值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token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当然，这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能不能给你的项目带来价值，能不能让你项目本身的价值得到放大，这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对吧？如果它再有价值，但是它对你的项目起到的是负面的作用呢，其实就意义不大了。那么，token 到底有什么东西是 token 之外的东西提供不了的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比较重要的。我先来举个例子啊，就是今年疫情期间大家都待在家里，对吧？疫情被控制住了以后呢，其实我们都已经形成了惯性，都不太愿意去外面吃饭了。那一方面是不必要的传播，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已经形成了惯性，发现自己在家做饭这个技能还挺有用。然后咱们国家需要鼓励消费嘛，这样经济才能恢复，对吧？那怎么鼓励呢？要是直接发现金，这样合适吗？这个不一定啊，因为咱们中华民族有一个这个传统美德，就是勤俭节约。如果你直接发钱的话，那么会有一部分人，对吧？确实会当场鲜花为敬，对吧？但肯定还是有很多人，他们会选择存起来，转到余额宝里，或者转成 BSV，对吧？所以直接发钱的话，对促进消费可能是非常有限的。那你看这个时候，这个 token 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如果发张优惠券给你，发张消费券给你，你去外面购物吃饭就可以直接抵扣，对吧？而且这个是有限期的，如果你不用的话，过期了就用不了了。那这样你就真正愿意走出去把它用掉了，那么就起到促进消费的作用了。另外你去外面一看，发现大家都出来了，你也有信心了，疫情被管住了，那你就更愿意出来了。所以你看 token 很重要，对吧？有的时候它能够起到那些你用钱或者是用 BSV 它起不到的作用，这就是我们追求的东西。那么，还是回到项目上，就是我们要去研究项目本身的价值在哪儿。那么 token 能不能帮助你实现这个项目本身的价值，帮你实现，帮你放大？那么，而且不仅需要研究这些，我们不仅要来研究怎么样用 token 来放大你这个项目的价值，更要去研究那些曾经尝试用 token 去放大他们的项目的这些项目，他们为什么没有能成功的做到这一点？其实有很多没有做好的例子。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研究那些没有做好的例子，其实对我们这个影响也很大。那这是我在开始这个集成这个 token 这一块之前，第一个先思考的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比没有激励更糟的是做了错误的激励。那么什么是正确的激励，什么是错误的激励？这个可能就是见仁见智了，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觉得，可能某些方案是好的，某些方案是不好的。那么，之前在 CoinGeek 的大会上，我听吉米，不是 BA 的吉米，而是这个 Wikipedia 的创始人吉米他就说到这个为什么在 Wikipedia 上用比特币不好，是一个不好的方案，因为人们来写 Wikipedia，不是为了经济激励来的，people do it for love，人们是因为热爱这件事儿。才来做这件事，他不是因为你给了他钱，所以他来做这件事。所以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你什么样的你种下什么样的种子，就会结什么样的果实，对吧？那如果你做了错误的激励，你把那些真正希望你的游戏、你的产品越做越大，越做越好玩，越做越吸引更多的人来玩的这样的人，你把他们给赶走了。然后留下的全都是那些其实对你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关心，对你的产品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关心，他们其实只是想进来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如果全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时间长了之后，你的产品，假如说它没有迅速的
衰败下去。假如说它没有失败的话，那也会变成一个空壳，那产品本身的意义也不大了，这几乎是个必然的过程。所以就是在做这件事之前，先把这两个问题想清楚。这是我当时的思考。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我们在这个 OVT 的设计的时候有3个基本的考虑，这3个其实是非常简单，我几乎不用讲，大家一看就明白。那么第一个就是，你持有的 OVT 它本身并不代表什么，它只是你参与玩这个游戏它的一个活跃的证明。只要你能持续的在游戏里玩，我说的是认真的玩，不是就是随便看看。只要你能认真的玩，你一定会获得它的，它就是你的活跃证明。你玩的越久，你就得到的越多。那么，这个活跃证明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这个，就是很多人就是很可以说很纠结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证明这个活跃？因为活跃本身是有价值的。活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你体验了游戏，你感到了快乐，你收获了这个幸福。活跃的意义还在于提供了很多数据行为，这些数据行为对于你对其他关心的人可能有更大的价值。之前说 BSV 是 bit 加 coin， 这个 bit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 OVT 它代表了玩家的活跃证明。那么第二个是它是保持了这个Bitcoin 的阶段性减半的特征，然后我们是没有任何保留的，就是以阶段性减半的方式去把它释放出来。这个阶段就是它不会太长，也不会太短，就是跟整个游戏是相匹配的。然后第3点呢，就是 OVT 它跟 NFT 是有高度联动的。这个 NFT 是我们在前一款产品叫 BB 大作战，如果是之前到小众平台上的人可能玩过这款游戏，那个游戏里我们就实验了我们的 NFT 想法。然后呢，在现在这个产品里，我们把它做了改进，而且跟 OVT 做了结合。那这个结合的效果现在，因为我们是第一个版本，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后续的版本我们会就是逐步的开启吧。好。那么这3个问题里，其实前2个问题都是非常非常基本的。第3个就是可以值得说一下的，就是 OVT 跟 NFT 是怎么结合的。那么说之前，我先来讲一下我对 NFT 的理解，因为很多人对 NFT 的理解就是这就是一个道具啊，一个虚拟物品嘛，虚拟物品就是 NFT， 很多人已经建立起了这样的就是价值等号。那么其实这个关键是有一点点不太对的，因为 NFT 它的关键词在于前面的 NF 上，就是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东西，它跟那些同质代币是不一样的，它是独一无二的东西。什么是独一无二的东西？就是跟每一个单独个体跟其他的个体都不一样啊。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我们人就是 NFT 啊，是完全不可复制的。那你说一个游戏服务器上1万个人有2万把屠龙刀，那么显然呢，屠龙刀其实它是一个 FT， 它不是一个 NFT。那么你要是想通了这一层了，你就会发现 NFT 它其实不仅仅它是游戏道具是装备没错，但不仅仅是那些，它还有附加在这个装备上面的很多信息，很多的 meta 信息。那么如果能把这些信息就是转化为有价值的东西，然后如果谁曾经拥有过这个 NFT 本身这个信息如果能够有价值的话，那么这个 NFT 的价值才真正发挥出来。那么这是我前段时间对 NFT 的一点点认知上的就是小进步吧，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哦，不好意思，刚那个还没讲完，就是我想举个例子来着，就是以前那个武侠游戏里面有一个东西很有意思，叫血刀。什么是血刀呢？就是这把刀它有自己默认的属性，但是当你在战斗当中跟敌人是吧，就是当你打怪或者跟别人 PK 的时候，你会受到伤害，对吧？你受到伤害，你就会流血，对吧？然后你的血就会来喂养这把刀。通过某些行为，通过你的行为，比如说你喜欢用轻功，或者你喜欢用暗器，
或者你所有你的行为会对这个道具本身造成影响，那把刀才是真正独一无二的刀。即使它不属于你了，它的灵魂里面也有一部分是你给它的。那么这是个例子啊，就是用来说明一下我对 NFT 的理解。好，那我们看下一页。好，我简单讲一下，就是 OVT 可以从哪些地方获取。那么除了我们刚说的，就是你通过在游戏里本身你玩游戏，就是你的活跃能获取 OVT 以外，那么后续我们会开放一个叫黑市竞技场的这样一个玩法，然后你在里面你可以赢得 OVT。你通过就是跟其他人的较量，你可以赢得 OVT。那么还有另一个途径，是当我们的这个市场开放了以后。你可以在市场里出售你的装备，然后来赚取 OVT。你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是赢得，一个是赚取，这两个其实是不一样的。然后也针对了就是有不同需求的玩家。那么除了这两个之外，我们还会开更多的途径吧，要看后续的就是开发和规划的情况。那么这两个其实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支柱。好，OVT 能在哪些地方使用呢？除了前面说到的，在这个游戏市场里，你可以用 OVT 来买这个 NFT 的装备以外，那么你还可以去围观别人的战斗啊。一开始我觉得就是围观的这个，其实我个人不是很重视，但是上一次在深圳开会的时候，我们当时办了一个线下赏金赛，然后当时大家都说你这个一定要能围观。而且要能围观，要能打赏给就是发挥出色的人，这样有这样一种互动，就像直播一样。当时我其实还不是很理解。然后这次就是我们游戏开始测试了之后，有很多朋友跟我讲，还私信我，就是私信我说一定要做围观和打赏，一定要能打赏。然后我又想了一想这个问题。那么这也是一个 OVT 很重要的用途吧。除了这个之外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质押。质押这个之前在深圳的那个开发者会议上面，我讲过这件事，就是我们可以让玩家质押一部分 OVT，然后来获得这个 BSV 的分配。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就是你允许别人质押一个 token 来获得 BSV。那么其实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就是变化，整个系统都会受到这个的影响，因为你其实是希望他们用的，对吧？你是希望他们用掉这个 token， 是希望他们通过使用来让整个游戏的循环给转起来的。如果你太过于鼓励质押的话，那会不会引起就是相反的效果呢？这个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呢，就是质押这个其实是个比较重要的用途。我们也很愿意，当我们真的游戏稳定的循环运转起来了之后呢，把我们的这个收入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大的一部分，拿来做这个分配的工作，让参与的玩家都能获得 BSV，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儿，而且能做到公开透明，发生在链上，这很好，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对，差不多就这些。讲完了这个 OVT 的一些使用就是获取和使用。那我来讲一下，就是我们游戏里边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但是还没有开启的这个模块，叫黑市竞技场听起来怪怪的。前2天栗子还跟我说，你这个黑市是啥意思？这个听起来有点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要做这样一个黑市竞技场呢？那么其实。这里还用了一句比较文艺点的话，当我们在说竞技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其实竞技它本质是什么？有2种竞技，一种竞技呢是很单纯的2个人的比赛，这是一种类型的竞技，就是非常单纯的，像老刘上次开会的时候举的那个 Tic Tac Toe 的意思，那个游戏的意思，就是我们俩很单纯的就是想看看谁高谁低谁厉害谁不厉害或者我们俩下一局围棋。是这样单纯的竞技。那么还有一种竞技呢是有上下文的，就是什么叫有上下文的呢？那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有一款游戏不知道大家玩过没有，就是极品飞车。极品飞车里边大家可能如果玩过的同学可能知道，这个极品飞车里面就是
8个人一组呗，8个人一组，大家比看谁开得快呗，这就是我说的第一种竞技。那么后来极品飞车出了一个版本，真的把这个过程给往前走了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叫地下狂飙 （Underground） 地下狂飙。为什么说地下狂飙是往前走了一步呢？因为在那之前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赛车游戏，然后有了地下狂飙了之后呢，它有了警匪追逐的概念，气氛一下就出来了。这就是我说的上下文，上下文非常重要。就像类比一下，就像你玩这个腾讯的斗地主，这个欢乐斗地主，你赢了以后获得这个欢乐豆，对吧？听起来好像没啥意思，对吧？但是说如果你进入一个地下街区，匪帮横行，类似这个侠盗猎车那样的地方，那每个人都属于这个大大小小的帮派，然后你闯进一家俱乐部，是吧？干了一瓶威士忌，然后你跟对方拼枪，对方出来一个人，你跟他拼枪，赢了你就把桌子上的 OVT 都拿走，输了你就把枪留下，甚至连衣服都得脱了扔到那儿，是不是就不太一样了？这就是其实就是有上下文跟没有上下文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如果一个简单的游戏呢，它没有上下文，它就没有记忆，没有记忆。你今天跟别人下一盘围棋，明天你今天跟 A 下，明天跟 B 下，它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有了上下文就非常不一样就像魔兽世界，魔兽世界是你下了第一个副本了以后，你就离不开这个游戏，欲罢不能，除非你下完所有副本啊。那这里我也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不会太深入这一块儿。那么黑市竞技场呢，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尝试，是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希望增加一些，就是给这个竞技给它赋予它一点点意义，然后希望我们的希望是即使别看这是一个小游戏，那么小游戏也可以玩出比较大的深度吧，就是让你有比较好的体验。这是我们希望我们作为一个很小的团队，能够给大家就是提供更丰富一点的体验，希望我们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游戏内这块儿，然后游戏外这块儿，这个 OVT 在游戏外会发生什么？就是现在对我们来说，其实还是开放的。我们不会说我们这不允许做，那不允许做，不会这样。我们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呢？是数据，而不是 token。为什么我这么说？不是为了矫情，好像就是为了跟这个 Bitcoin 的这个数据和价值挂钩，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数据真的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一款游戏来说，它非常非常重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前2天已经有开发者联系我了，有一个开发者联系我，他希望就是做一个第三方的应用，他希望能够获取到我们的这个实时比赛的数据。获取到就是现在谁跟谁在打，实时比赛的数据，然后这样它可以允许其他的玩家为其中某一个参赛者下注你想象一下，那么这样其实就是围绕着你的游戏，在你的游戏之外，其他人能够拿到你的数据的话，他们能做很多有意思的东西。那么，但是这里面就有很多事情要考虑了，就是有非常多点要考虑了。但是我们总的来说，我们是希望这个能够就是在游戏内玩家有体验，然后在游戏外呢，这个游戏也能为就是更大的环境就是创造更多的价值吧，能有更多的应用涌现出来。这也是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应用，我们能对这个生态的贡献吧。好。差不多就这些正好半个小时，还可以。好啊，我先把这个共享屏幕给关了，稍等一下。好，怎么弄？这个看到了，看一下啊。好，然后接下来其实我刚刚就是画来画去，准备了非常多的问题，然后我还用手机偷偷看了一下那个大家的留言，我发现这个平台真的很好，就是确实大家的互动感更强了。所以我现在把主画面交给咕噜，咕噜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其实我准备了3大类问题吧。第一大类问题，其实我想跟你探讨一下游戏的本质。
因为我知道你在游戏行业从业了非常多年，然后你之前也跟我说过，是因为你小的时候非常爱玩游戏，导致长大之后上大学的时候从业的目标就是进入游戏行业，然后又如愿以偿，然后现在又自己出来创业，接着做游戏，所以，我认为你对游戏的理解一定是比像我这样单纯从一个游戏玩家的角度来理解游戏这种网络游戏会更深刻一些，所以。从你的角度来讲，说如果你决定开发一款游戏，你比较看重这款游戏的哪些方面呢？转折还挺大，开始是说热爱游戏，然后最后到开发游戏，就是我是从小到大都很喜欢玩，不仅仅是小时候喜欢玩，现在也很喜欢玩，然后经常跟其他人一起玩。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差点跑去就是打职业比赛去了，后来拐了个弯变成程序员了。然后变成程序员觉得还是很开心，因为进入游戏行业，你想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幸福的呢？对吧？你做的事情就是你最想做的事情。那么，然后我现在能有机会来做就是游戏，我希望能做真正就是我自己觉得非常好的游戏。但是你要达到那步之前，要做很多的铺垫性的工作，因为嗯。一款游戏在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如果10年前的话，你做一款游戏，你凭热情其实是可以的，你把自己关家里，然后凭热情你做出一款就是让人家非常惊叹的游戏是有这可能的。然后但是10年后，就是现在的游戏已经竞争非常激烈了，有很多不管商业化也好，各个方面也好，已经非常成熟了。如果你再闷着头做的话，很有可能你做的东西你觉得很好，但是出来以后发现根本不能打。那么这其实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做东西既要考虑到自己的想法，然后又要考虑到就是其他人的需要，所有人的需要，不能任性了。当然就是如果你真的对自己的很有信心啊，很坚定，那当然可以任性了。这个其实是不冲突不矛盾的。我也希望以后能有机会的话，能够真正的去没有太大约束的话，去做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认为是好游戏的游戏。那么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人有这个纠结，就是西方其实有些国家他们思维是比较就是放得开的，然后像波兰人对吧，他们做游戏其实不会太顾及其他的，他就只做他自己想做的，而且做他认为最好的。那么这样的产品出来了以后，有可能是玩家就会突然意识到这个游戏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商业的束缚啊，就是完全就是他体验这个游戏就跟看电影一样，你看了很多那种好莱坞大片，然后突然看到一个就是能够直击你灵魂的电影的那种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就是现在如果让我立刻去做一款非常符合我自己想法的游戏的话，还不是时候，就是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的来，就像小葱游戏平台一样，一开始我们的游戏我们都能往前走一步，这个其实从光电到 BB 大作战已经能感觉到我们希望往前走一步了，然后到现在到今天的这个Overshoot， 我们再往前走一步，变成了一个3D 游戏。那么接下来能以多快的速度往前迈多大的步子，这要看就是我们自己就是要看很多很多的因素了。我们是希望就是不一定要走得特别快，但是每一步要走稳就好了。其实我觉得你正好把后面我想问的，你们的做这个游戏的初衷，还有一些眼前的做的事情，以及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规划都说了。我能感觉到游戏行业肯定是一个红海啊，是一个竞争极度激烈的。尤其上一次在深圳的那个会议来了非常多游戏行业的从业人员，然后我也感觉到了大家他们在聊自己的业务时候的那种焦虑。就现在投资一个大型的网络游戏，那可能都是以亿为级别的这个投入量来衡量，然后甚至要开发个上1年2年这样子的开发周期。然后如果要是做像小葱游戏这样休闲类的小游戏的话，其实面临的竞争更大，因为休闲类的小游戏它可能更容易被复制，对吧？然后大家的这个大家因为休闲类小游戏嘛，大家的这种粘性就会稍微的弱一点，不像那种大型游戏，因为你持续的会投入时间，所以不同体量、不同类型的游戏，我觉得目前都是
竞争很激烈的。从用户的角度来讲，因为我只玩休闲类的小游戏，我很少玩大型游戏，我就只看重这个游戏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比如说现在可能对游戏的这个界面是不是足够的美观，还有你刚才提的这叫上下文，我理解的就是游戏里面内置的这种故事性。像我玩的消消乐游戏，它其实就只是消消乐一关一关的通关而已，但是呢，它让你每一关有获得不同的分数，获得分数之后，你可以去装修庄园，或者是装饰一个什么海底世界。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就是把这种传统我们认为很简单的小游戏，又赋予了更深的意义。那肯定也是竞争很激烈，这一类的游戏就是为了打一些差异化的市场策略。包括现在游戏可能更加娱乐化，然后也更加个性化了。所以看最近这一周吧，你们也感受到了外面的这个好几百位 BSV 产品经理给你们提出的不断优化的这一些建议。因为我每天都会快速的浏览一下，我发现有些建议是很有建设性的，确实我相信也是在你们的规划当中，只不过是不在你们的这个版本上。你们未来规划可能也是需要一段时间。有一些建议呢，我个人看来啊，就有一点好像跟你们的整个团队的一些规划价值观，或者是跟这个游戏真的不太相关。所以我也想知道你在面临朋友们或者是外面的一些用户在给你提海量的建议的时候，你们首先处理这些建议的一个评判标准是什么？我先感谢一下，我先感谢一下，真的真的我没有想过，就是大家这么热情，在这个群里，就是我的手机一整天这个滴滴滴就没停过，然后而且有朋友非常友善的发来同情，说怎么样，给你们说的建议5年都做不完吧？其实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会非常认真的对待大家提的建议，不会说是就是你们提归你们提，然后我们做归我们做，不会这样的。因为一个游戏它最终变成一个好的产品，一定不是一开始就是100%被设计人员设计出来的，它是逐渐迭代出来的，逐渐慢慢的往前推进，慢慢的看具体的情况，慢慢的调整。因为谁也不是神仙，就算是乔布斯，对吧？就算是乔布斯，他也在不断的迭代这个 iPhone 的这个产品里边去寻找各种平衡，甚至他有的时候他也会妥协。那么连乔布斯都这样，我们怎么可能就是一意孤行，或者自己提出一个就是一个标准来去非常主观的去判断呢？就是我个人态度就是，不管是友好友善的也好，还是看起来没有那么友善的建议，我们都会就是很认真的去看，很认真的去思考，不会有预设的标准，不会是我们自己先抱定了一个价值观，哎呀，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好的，这种不符合这种好的价值观的建议，不管它好还是不好，我们都先把它筛掉，不会这样子的。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这个，可以说价值观吧，能够就是在后续的产品里边，我们能保持这一点，就是一个开放的心态。因为其实现在区块链这个，尤其 BSV 这个社区才刚刚开始，很多基础设施，包括一些工具啊、一些库啊也好，我们用到的都是其他人开发的，他们也没问我们要钱，对不对？也没怎么样，大家都是非常，就是我们得到了非常多的人的热心的帮助。那么我们不能就是拿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去要求别人，哎，要这个人要这样，要那个人要那样，我们不会去做这种主观的判断。那么，但是这个还是话说回来，希望大家就是手下留情，不要把我们是吧，太惨了。就是很多问题的确是，很多问题的确是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的版本才刚刚开始迭代，那么后续会慢慢改进吧，就是每个版本都会比之前的好一些。包括这个礼拜，其实这个礼拜反馈最多的问题就是，哎呀，匹配的时候怎么会卡住？那这个问题我们也是，我们没有很仓促的赶紧把这个问题修复了，赶紧出个版本让大家不卡了，我们没有这样，而是我们认真的去分析了这个问题，然后花了好几天的时间，然后设计一个完整的方案来对待，不会很随意的去为了修这个问题而修，而是彻底的把它改好吧。提到大家提意见这个事情，
嗯，因为不仅我看到大家会非常热情的对很多 BSV 的项目或者是产品去提各种各样的意见，包括像我们 BA 的工作，大家也会经常提意见，好的我们也都会采纳。比如说像李小图提出的说，之前我们用的 Zoom 系统大家都非常的难以注册，然后效果也不好，所以我们这一次就会换。但是难免的，我也会听到非常多的噪音，就是大家其实是不同的目的，或者是理由，或者是立场，对我们提出一些建议。尤其有了这种社交平台，有了微信群这种渠道之后，就是使信息更加流畅了吧。以前如果没有这样的渠道，其实你是没有什么办法去跟一些人去表达自己的观点的。但是现在因为有了这些即时通讯的工具，有了互联网，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是的，再看呢，对，然后所以各种各样的噪音和这个声音也会变得非常的多。我相信这个对于创业者来说，一方面你们可能会多的很多渠道听取不同角度的建议，另一方面也会使你们吸收了就是被动的承担了非常大量的信息，对吧？你也需要花时间去处理这样的信息。是的，是的，是的。对，所以这些天没有睡好吧？其实还好，其实还好，就是第一天晚上还挺，就是因为第一天晚上嘛，第一天晚上其实不是因为就是群里面大家讨论睡不好，是因为担心服务器出问题。对，说到你们这个游戏，其实在10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深圳会议深圳会议结束之后，不是举办了一个比赛嘛？当时大家玩的非常开心。从我的视角来看，就是一群30岁以上的男人们围在一个桌子旁边，非常激动的盯着2个手机，然后在那儿欢呼。然后当时我就在想说，其实一个游戏成功的一个基础，应该就是这游戏确实是简单易得、好玩，而且大家在一起互动性和参与度非常高。刚才你也说了，现在很多游戏对于这种互动，甚至是不玩游戏的人围观看直播，然后竞技这种模式要求都会非常的高。接下来剩下的时间，我就想多留给就是我们深度的探讨一下，在区块链游戏领域这个 token 到底它的价值何在，以及我们可以现在预期到它可以用在哪些地方。刚才我印象中你在演讲的时候提到了一下，就是token 其实很多人还是认为 token 就是一种发币行为嘛，对吧？一听到就是你这个游戏出了 token，那你就是要发币了。然后这个发币你也说了，你曾经研究过很多团队或者是平台，他们在发行了 token 之后，其实并没有为他们自己本身的平台业务而增色，反而成为了沉重的负担。你分析了很多失败的案例，所以可以给我们讲几个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是这样，就是你的 token 啊，这个说起来可能就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就是先不举 token 的例子，就是加密猫的例子。加密猫之前国家在深圳的会议上也讲过，因为它就是就是它的 NFT 嘛，可能很多人知道这个。当时就是加密猫出了一款游戏，这款游戏里面可以产生不同的猫咪，然后你可以去市场上交易，然后每只猫咪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呢，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你知道吗？就没有然后了的意思就是它没有在这个的基础上去做很多就是真正游戏才有的东西。就是你刚刚问我的游戏的本质，然后游戏的本质是一个角色吗？是一个故事吗？是一段对白吗？其实它都不是，它是一个非常就是综合的个性化的，就是一个完整的体验，是一个完整的交互式的体验。那么很多项目就是包括我刚说的加密猫，他们其实是不太关心我这个东西是不是游戏的啊，我这个东西我只要有这样一个猫咪给你们去交易去流动就可以了呀。他又没有想到，他可能有想过吧，但是我并不知道，就是作为就是项目外的非参与者，我并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但是很显然，就是这个项目后续它其实创造出来这些猫咪了以后就没有然后了。那么其实很多项目都是这样的，就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发一个 token，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有这个道具，那么到最后就会变成我刚才说的那样的，就是变成了一个空壳。
就是你里面没有任何行为，没有任何交互，没有任何体验。那么你的币就像一个气球一样，你不停的往里吹气，然后把这个气球吹得很大，然后到最后里面的气没了之后，其实你啥也没有，这个气球瘪下去了以后，其实你什么东西都没剩下，还是剩下一层很薄的皮。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对，因为比如说我从一个外人的角度，我第一次知道加密猫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事情已经破灭了，所以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结局。但我相信在当下的时候，很多人如果在这个局里面的时候，会认为它是一个很疯狂的事情。这种行为其实可以影射到我们现在，不仅是某些特定行业，或者是某些特定的盘啊、局啊里面，其实都是这样子的。我也能看到很多朋友给你提的一些建议，就主要就是围绕如何让这个 OVT 更有价值，如何让它去模仿过去的一些 token 的这个价值模式，对吧？然后怎么样把它更好？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是小葱游戏一直是致力于想做一个非常好的游戏平台，所以游戏这件事情一定是放在最前面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游戏的本质其实是让大家能去玩，有用户去玩，让用户能够持续的玩，游戏能够迭代，然后包括现在的游戏都是比较挣钱的行业嘛，是吧？如何让用户愿意去掏钱去玩这个游戏，去享受这份娱乐性？但是如果你想用户进来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就说我玩这个游戏，我要从里面挣很多币，而且这个币的价值要不断的膨胀，然后我最后发一笔财，然后甚至是达到财富自由这样的目标。这个其实跟传统的游戏行业是两回事儿，甚至我觉得后者应该不被定义为一个游戏的模式。对，其实去年是有这样的游戏的，去年是有这样就是披着游戏的外皮，然后它实际上是吧一波流，很快就结束了，就是上去又下来，这其实也是博士天天在说的，就是您正事不干，天天就干这个。有段时间博士非常愤怒，然后就是批判了很多这种项目。然后其实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就是上次郭嘉也提到了，我们做一个项目，我们不会就是说为了短期牺牲了长期，为了你现在要怎么样，然后都不考虑以后，不去想。其实对我们来说，真正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事情是可持续发展，对吧？因为一款产品哪怕再长寿，一款产品的生命期也是有限的。但是你去做一件事情，就我刚刚说的，就像爬楼梯一样，你一个产品一个产品的往前走，你是一个不断的正向积累的过程。如果你在爬这个100层的楼梯，你在前10层你就把你的声誉啊什么全部都消耗干净了，这个其实是伤害非常大的，因为你的信誉像金子一样，它失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干嘛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这是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没有意义的事。这一点我其实在很多 BSV 的公司上都看到了这样特别难得可贵的精神，就是这种精神我觉得也是BSV 圈子里的一些朋友他们在走到区块链行业当中不被大家去理解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确实很多 BSV 上的创业者他们都是在想做一个就是很持久的一个生意，或者是一个新型的区块链的应用模式。这一点导致了，可能如果在一些外人的眼睛里面来看，会觉得说太慢了，或者是你怎么这么不上线不在线，对吧？对。我想啊，是这样的。好，我们都是感同身受啊，就是其实我们的处境都差不多，感同身受。对，说到这一点的话，我就看到你刚才说到 OVT 有3个简单的一个就是模型吧。第一个是 Proof of Play， 对吧？其实它是鼓励一种玩家的更多玩的行为，这其实在很多游戏当中是有的，是吧？你玩的时候会给你一些什么奖励的金币。对，但是这个 Proof of Play 其实是个概念了，我不想就是把它定义成就是这个游戏必须遵守的一个
就是一个公式、一个规范一样的东西，因为那样，因为游戏它本身的乐趣就来源于开放性，就是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说白了，你就是如果你官方觉得怎么样玩好，就给你定义下来，那我干嘛？我还不如去上班呢，我干嘛要玩游戏？不是很多人说玩游戏跟打工一样吗？对，哎，你一说这个的话，就想到其实电子竞技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产业，这也是为什么对对对。好多朋友就说，就是甚至想围观、想打赏、想压注，对吧？其实这对，都是我真的很惊讶，我真的非常惊讶这件事儿，就是因为，当然这个也可能因为我是80后啊，我就有点不能理解。但是真的，他们对围观和直播，就是看别人玩这种需求的这个热烈程度，都超过了我们想自己去玩的这个程度了。就我觉得很惊讶，然后我自己也去参与了一下，我自己也去看别人玩游戏，就是传说中的云玩家嘛，就是我自己不下载游戏，但是看别人玩。我发现真的很有意思，它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你看到的人家玩游戏的方式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就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非常不一样。对，我觉得你说这一点是因为我们80后的人，你们80后的人，然后你其实是好不容易才从小的时候这种免费玩游戏过渡到现在需要掏钱玩游戏这件事情了。所以你对对对现在说我现在要掏钱看别人玩游戏，这个又是对一个很大的、很大对对的一个对对，跨度。然后是直播这件事情，包括这种互动这种事情，其实，像你们80后吧，如果要是没有亲身体验过，其实是感受不到它的魅力的。我也是对，一直都对这件事情特别不屑，因为直播这个行业其实已经大概有好几年了吧，最起码五六年嗯嗯以上，火起来有5、6年以上，商业模嗯嗯式也非常的成熟。嗯嗯但是我其实是在今年疫情期间，因为在家实在是没有事儿干，然后也嗯嗯就是娱乐什么的都非常的少，所以我就开始看直播。我发现我真的是嗯，抑制不住的那个冲动，就是想夸那个主播，然后希望我给他留言，就是发的那个弹幕，他能看到我，他能给我回应一句，心情就会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是现有的这种技术模式之下，人们对这种娱乐消费会提出更高的这种体验上的需求，因为这其实也是一种情是的，感交是的，流或者是一种社交。对，对是。以前我所以我们觉得，你说，所以我嗯。觉得游戏上加入这个其实是可以考虑的。对呀，对呀，对呀，我们也就是要更多的想想怎么来做这块儿，因为大概就是10年前吧，10年前的像5、6岁到10来岁的小朋友，他们喜欢玩《我的世界》，喜欢进去创造。那么现在的小朋友不仅喜欢自己创造，而且喜欢看别人创造。当看到别人创造的时候，他能够把别人的想法转化成自己的想法，然后再去跟别人互动，然后你今天这样，我明天那样，然后大家就这种形式的互动，我觉得就是跟那个时候真的是维度的不一样，每个年代都不一样。我们小时候能玩这个魂斗罗，能玩坦克，好像觉得也已经很好了呀。但是这个就压根儿没想过，就是自己创造的乐趣。不过可能那个时候我们也创造吧，不过是没有不是这种形式的创造了。但确实是每一代的人，他们对于玩游戏的本质是什么，这个事情是不一样的，是有变化的。嗯，那这点肯定是郭嘉会比我谈的更好。给下一期嘉宾带货好多。所以说，嗯，如果要是未来，比如说在小村游戏平台上会增加会增加更多的这种互动性，不管是玩家之间的互动，或者是玩家和看客、赌客之间的这个互动的话，是不是 OVT 未来也有可能很多的应用场景在这方面？对，我们鼓励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去做一些，就是去做一些我们一开始没想过的事情，但是就是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吧。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也非常看重的就是合规性这块儿，因为我们毕竟在国内嘛，在国内我们需要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哪些事情能做到什么程度，我们需要对这些有非常非常深入的理解，而且要尊重。就是不能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你不能说你说是这么说的，但你实际上是那样做的，那其实就没有意义了。就是我们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会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吧，这嗯。样子。
然后，如果我们谈到就是把电子竞技这一套模式搬到这个小聪平台上的话，其实，大家知道现在电子竞技是非常专业化的，包括这些选手们，刚才你也提到他的这种个人的游戏的这些数据，对吧？他的表现数据可能会被专业的公司买过去做分析，想就没准是签约这个选手，或者是有一些竞技压注这些模式的行为，所以。你认为这个在游戏平台上的这个游戏数据，在小聪平台上个人的这种游戏表现，比如用户的这些游戏表现的这个数据，用户是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真正让用户享有这个数据的交易权和所有权呢？我们现在在这方面做的还太少了，因为整个 BSV 的圈子就是，不过今年有了 Meta ID 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去年的时候还没有这些，去年的时候真的是就是用现在的眼光看，可能真的缺少很多东西。那么就今年我们有了更好的方式的话，真的要认真的想一想，在后续产品迭代里面，怎么样真的把这些数据给用很好的形式组织起来。不仅仅是当前的数据和过去的数据，还有就是老的数据跟新的数据怎么样，就是更好的，就是能够更一致的展现。这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这些数据本身，可能对玩家来说，他打一两盘他不会有什么感觉，但是他玩的久了，可能半年一年的。然后积累了些数据了之后，他就会发现，哇，这个是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然后也可能可以给他们创造点经济激励，也说不定。对，说到数据这个问题，因为我脑子里也经常在幻想，就是未来像 MetaNet 这个协议被大规模应用之后，其实数据之间，如果我们去数据可视化的话，就觉得所有数据之间其实都是有联系的。但是真正很难的一点就是你如何对这样海量的数据去进行分析计算，然后最后呈现出来是一个就是让人能直观的看到它是一个有结论的或者是一个数据报告的一个模式，这个是比较难的一点，对吧？对啊，对这个数据的分析，其实对每个行业，其实游戏行业这个情况更严重，就是有可能你给我一大堆数据，我不会读，我读不出来它真正的价值。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就是有可能我自己在游戏里，我自己生成了大量的数据，但是我自己读不懂，你知道吗？很可怕。就是甚至是比这更严重的是什么情况呢？比这更严重的是，有一大堆数据，我自己不懂，我请人帮我看，他帮我看，帮我分析出了一种他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倾向性的结论。倾向性的结论就是我们拿到的数据看起来好像很客观啊，你看就是这么多人上线，他们玩了这些，然后哪一类人他们玩了什么，但实际上在你没意识到的情况下，这个数据是非常就是在某些你没太注意的地方，它可能就被以一种你不理解的方式，被一种或者被你忽略了的方式给筛选过了，就是一种类似信息茧房的东西，类似信息茧房这样的概念。那你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这个数据其实是有偏差的，然后根据这个数据去指导你后续的行为的调整，那就出问题了，越走越偏了，到最后就会。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话题，就是我们自己也会提高这个叫数据的素养吧。我们自己其实这方面我自己这方面还不够，就是对数据不够敏感。不过还好国家比较厉害。第三次带货，对，第三次带货。说到大数据，我以前就是看过几本关于大数据的书，然后我就记住了2点，因为我也不是在这个领域的。他说大数据在现阶段2个比较大的难题，第一个是数据的如何获取数据，就现在绝大多数的大数据需要大量的基础的这个数据，不过因为很多数据其实都是真正大数据分析中心分析公司或者是数据需求方他需要去外部他自己没有这样能力去做基础的数据收集，所以数据获得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整体上来说是成本比较高，而且是数据的质量是很难把控的。
这是大数据行业目前的第一个很难的问题。第二个很难的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当你获得海量数据了之后，你如何去伪存真之后又进行非常有效的、非常合理的，然后非常基于自己的业务需求而分析出来这个数据，得出一个高效的结论，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这个不仅是需要人的判断，也需要什么机器的这些判断。但我个人觉得，我们如果用比特币的技术，其实是可以比较好的解决第一类的问题，对吧？就是数据的如何高效的、低成本的去获取到一个真实有效的数据，海量的数据，并且让数据本身自己的所有人他能够去控制这个数据的交易权和所有权。这样的话也可以遵循我们国家最近正在大规模的打击个人数据泄露、个人信息泄露这件事情。然后至于你说的这里面有海量的工作啊，对，这里有海量的工作等待要做。对，然后至于后一点这个难题，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是不属于纯区块链的这个领域，应该还是属于大数据啊或者云计算这方面的。是我刚听你讲，你这个功课做得很足啊，用语好专业啊。是吗？最近的各种书都要看。对，然后我还想跟你讨论你讲的这个 NFT 这件事情。其实你刚才讲的时候，我记了一下。因为我们传统的认为，大多数的这种不管是电子货币呀，或者是一些 token， 它其实都是同质化的货币，或者是具备支付功能的同质化的 token。但是 NFT 的话，它其实就是不同质化，它是更加个性化的、定制化的，能将历史数据留下来的。对，是这其实就是刚才幻灯片里面我讲的，我在 NFT 上的一点点小小的这个认知的就是进展吧。因为以前看的很单纯，以前就觉得它就是虚拟道具、虚拟物品，但是其实它不是的，它是确实是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东西。然后有一个也是一个项目也是引起了我的关注，就是有一个区块链项目叫 Flow， 然后它上面有一个 NFT 呢，是这样，就是它是 NBA 球员里面的一些他的比赛精彩瞬间，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球员他会一直比赛，然后他的比赛瞬间会一直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就是它这个东西，它是就我刚才说的那概念，就是它会一直不断的积累，它会不断的产生价值，不断的变得更有价值。对，以前精彩仅15秒，现在已经变成3分钟了。对啊，您最早以前我们都是看什么买本足球俱乐部里边送张海报，然后后来科技进步了，我们有了照片，然后现在后来又有了视频，视频还不够，又有了短视频，然后又有了直播，然后到现在下一个形态呢是什么呢？可能是一些就是数字片段的汇总，也就是什么数据都有可能，一段文本，一个照片，然后一段互动，什么都有可能在里面。就是它这个 NFT， 它有可能是一段数字这个数据，一段数据的集合吧。这是一个比较让我觉得就很有启发的一个例子。但是它会不会这种 NFT 的资产，它因为变得越来越个性化了之后，反而它的未来的一些愿意去交易或者是愿意收到它的受众就反而变小了呢？哎，对，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去定义它们？就是你把它看成是收藏品呢，还是吧？就是还是用来交易，还是怎么样？就是这取决于，第一是取决于你做这个产品的人怎么去定义它，第二是取决于你的用户怎么去使用它。这里面就是这个可以挖掘的太深了，非常非常深。因为之前在福州的时候，我们介绍这个狙击大作战这个游戏的时候，我当时讲就是我们这个 NFT 现在你看可能比较简单，你就是做一些简单的搭配合成，但是之后我们希望我们能做到的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你能做充分的定制，做充分的个性化的定制，然后甚至包括就像我刚刚举那个例子，那个雪刀，用你的行为去浇灌它，用你的行为去改变它，就是当然这个尝试是开放的了，就是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会做到哪一步，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能尽量充分利用这个 BSV 给予的能力吧，
然后尽量能够把这件事情做的，就是上限比在其他的上面更大。因为我刚刚看到就是评论区，有朋友问，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完善的公链，为什么要选 BSV 嘛？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包括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加密猫的那个例子，他们就是因为在以太坊上做，然后发现以太坊还没有到，就是他们的想法还没完成什么呢，就已经就是卡的动不了了，所以他们就是后续也就没在以太坊上开发了。就是这个其实对所有在区块链上做开发的人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你做的一个东西，它就已经告诉你了，它的上限就是在那儿了，那你在上面做开发就是会非常的约束。那去年还有一个叫 FOMO3D 嘛。荒漠三 D 当时也是火了很长时，火了一两个礼拜的样子。当时就是后来那个奖是怎么被领走的，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项目吗？我知道，应该是他们特意的把那个造成拥堵了。对啊，就是因为以太坊的上限就在那儿。对啊，大家都看得到它上限就在那儿。那么为啥我们要在 BSV 上开发？最简单、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BSV 也许也有上限，但是它的上限在于一个我们现在还看不到的地方。对你说这个，我忽然想到，因为我上周末去参加了一个高校的，就是学术的一些活动，然后我也在现场认识了一个老师，重庆那边的一个大学里的老师，然后他跟我说，他也在做一些关注比特币，所以做了一些基础性的研究。我说你的研究方向是什么？他说他的研究方向是，比特币的交易手续费如何去更高的那个叫什么竞价吧，就是它的所有的研究基础都建立在 BTC 那一套1秒钟能处理7笔交易，所以你发送交易的时候，如何让你的交易能够更快的被打包入画？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影射了你刚才谈的这个问题，就是你的研究基础完全建立在一个未来是一个穷途末路的一个区块链系统之上，然后你还在研究这样的一个系统的一个这种经济模型，费率的经济模型。对啊，你是现在明明有小汽车可以做，你去研究那个马车的轮子应该怎么样跑得更快，意义就不是很大，就是我觉得。对，然后这位朋友他提的说，因为他的原话是有很多成熟的或者完善的公链可以选择。我首先想问一下这位朋友，那些公链是啥？就是他们成熟和完善在哪里了？这其实就是我能理解为什么这么问，因为的确就是坦率的讲，BSV 在某些方面，就是在很多工具也好，基础设施方面，确实是有落后的，就是包括以太坊，我们现在就反正就很坦率的讲，它在某些方面确实是比 BSV 走的啊对，有很多的环境工具已经建设起来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BSV 它在未来有竞争优势，我们现在就说其他所有东西都是不好的，这样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太大必要。就是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就是保持开放的心态吧。就是退一万步说，如果一个东西我现在以太坊上验证好了，然后到 BSV 上来直接用，不是很好吗？对吧？这也是一种思路了，就是并不是说我就一定会因为我觉得 BSV 好，我就其他的都不好，我也不会这样。哎，有个朋友问，这位朋友也是那个 Overshoot 游戏群里面非常活跃的朋友，阿拉丁张海波，他对，问游戏中的一些随机是真随机吗？是这样，就是随机的这个问题，我就是之前在深圳的这个开发者会议上讲过，就是因为是这样，游戏里面如果我们想做真随机，技术上是肯定可以做得到的，因为有很多种方式啊。比如说你去取什么天气数据，去某些天气数据的网站上去取天气数据，然后包括从这个用户的网卡里面出来的这个一些随机的这个字节数啊什么的，你就反正去取各种随机源嘛，最后得到的是一个接近真随机的结果。但是呢，从技术上来讲，真正的随机是不是就是好的随机呢？不一定，要看你当时的需要。就是游戏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比如说我告诉你开宝箱，开100次能掉一个屠龙刀出来，那么
你可能直观的会觉得就是1%的概率呗，那你就设成1%掉一把屠龙刀呗。但这样就是会造成很糟糕的体验，就是有可能百分之一的掉率，有的人抽了200次就没掉出来，对吧？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就是，那么游戏开发者就会想很多办法，比如说就是用一个随机池啊，那做一个保证抽过100次了以后，保证会有一把屠龙刀。我打个比方啊，这就是一种方式，一种方式来用一种看起来不是很随机的方式来做一个模拟出来的随机的效果，就是达到让用户有很好的体验。为了体验，是这个东西是可以调整的，所以这个事情的观点就是，并不是真正的随机就是足够好的随机。虽然我们技术上是有能力做到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是好的。而且在不同的情况下也要不同的去用，就不能一概而论。是，当然，如果就是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如果比如说我们都需要这个地方是非常公正的，这个地方是需要可验证的公平性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事情就是这么大的概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技术上来保证这一点。但是不是所有地方都需要这样的保证啊？我不知道这个波哥满意吗？你这个说的我还蛮认同的，因为比如说就我自己来说，我玩游戏其实真的就是为了放松和娱乐，所以我不是那么在意它到底是不是绝对的公平，就是在很多事情它是否是绝对的公平。但如果游戏它愿意做一些小的策略，让我这样的长期玩家或者是新玩家能够快速的对这个游戏产生好感，或者是长期玩家产生依恋的话，他愿意做一些这种看似随机，但是其实是有一些内在的小奖励、小激励的模式，我肯定是愿意的，因为我只是对，是这样，对我来说是一个娱乐，是我放对对对，松的一种模式。是这样，就是游戏有时候我们说一个游戏好，一个游戏不好，其实它的中间的差别是很微妙的。它中间的差别不一定是，哎，我比你技术强，我比你关卡多，内容多。它有的时候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它是在一些很微妙的点上。那么，如果你在做产品的时候，你自己对这个产品有爱，你知道玩家在乎那一两个微小的转折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儿，你就会把你的产品设计的就是，呃，让这些人觉得更舒服。他说不出来哪儿舒服，但他就觉得，哎，你的就是比别人的好。他也说不出来哪儿好，他就是喜欢玩你的，这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了。对，因为我就非常喜欢玩消消乐，但是大家知道市面上的消消乐游戏已经估计成百上千种吧，可能都不止。但是我一直就很钟爱2款消消乐游戏，就其他的我也有下载过，然后但很快就卸载了，或者是其他的看都不看。对，消消乐你已经给我提了10次了。暗示不断暗示不断暗示下一个游戏。哎，我看到就是有朋友问装备交易有最后的开发时间节点啊，这个是这样，就是装备交易实际上这个功能我们已经开发了，开发了呢，但是就是现在哎，我好像在群里说过，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token 这一块是刚刚开始对接的第一个版本嘛，然后这个版本里面还不支持在不同的用户之间转 token，不支持转 token 就会造成，如果我们现在市场开放了的话。那一个玩家下订单买另一个玩家的装备的话，他 token 实际上是转不过去的，就是会卡在那儿的，会卡在下订单的地方。所以现在是一个技术限制。然后这技术限制呢，后续我们再跟打点做就是进一步的对接，然后把这些给接好，然后更多的这个开放出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件事儿了。其实它从技术上来讲，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卡住的点以外，其他的部分我们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嗯，我能感觉你们其实之后的持续开发有排了非常长的列表，所以估计什么圣诞节啊、元旦啊、春节啊，可能都没有了。不会，还是会有的。其实刚才很长时间之前，我看到那个群里有个朋友提了一下，说会不会小葱游戏平台出 APP，因为这样肯定大家都觉得玩起来更方便嘛，对吧？比现在打开网页。会出 APP，而且就是我们其实是做了一版改良版的 APP，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团队比较小，在一个时间点上只能专注一件事儿，那过了这个时间点了之后，
等到这个游戏进入一个阶段，我们可以就是分点精力给 APP，然后 APP 上线了，大家就更方便。我特别能理解想用 APP 玩的人，因为 APP 里很方便，而且游戏性能很好，就是你在网页上玩，你可能会卡，有的时候还可能会直接退出去。那在 APP 里更流畅，非常非常流畅。其实我自己也很想再早点 APP 早点出来吧。有大宝宝说，现在不是有 APP 吗？难道我用的是假的？我的 APP 现在已经打不开了，很长时间对对对，之前就。现在是有 APP，是安卓和 iOS，然后安卓是一直都可用，然后 iOS 上次因为签名的问题，然后后来我们就没更新签名。然后我们现在实际上想做的事儿是希望能够通过某种方式让我们的 APP 进 App Store，然后在 App Store 里边直接下载，这样就更方便了。希望能做到这点吧。我们会尽早尽快的去做这个事儿。有个朋友问说，不做小程序吗？呃，给我来一打程序员儿，其实是可以做的，其实是可以做的。不过我觉得现在很多很多平台，他们或者是很多产品在做这些，在做一些新的客户端啊或者什么的，是一个双刃剑。有的时候呢，肯定是越多的客户端或者越多的通道入口是越好的，但是有的时候也很受制于平台的这些对呀，限制，对呀，说下架就下架，说对呀，对呀。取消就取消。对啊，其实这个现象现在是变得更严重了的。你想，以前在 PC 上，大家想发一个游戏，难道还要看苹果的眼色，去看谷歌的眼色？不用的，你只要做一个游戏，别人喜欢玩，喜欢下载就很好了呀，对吧？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想，是不是看 PC 上是不是能做一个，就是在 PC 上有一个端。PC 上有一个端，因为有一个事儿我没想到，你知道吗？就是有很多人在 PC 上玩我们的游戏，就没想到这一点。很多人愿意在 PC 上玩，然后愿意在 PC 上玩呢，我们之前是有一个 bug，就是在 PC 上瞄准是瞄不准，它有时候会有偏移，因为每个浏览器都不一样，每个浏览器它问题。对，每个浏览器它都不一样，兼容性不好，兼容性不好，我们已经修了这个问题了，然后下一个版本就没有这个偏移了。但是虽然没有了这个偏移，但是还是存在不同的浏览器的兼容性不一样的情况，还是有不同的浏览器偏移不一样的情况。然后之后我们在想，是不是直接PC 上出一个集成的版本，你直接运行就行了，然后你直接双击 EXE 就可以玩了。会不会更好一点？在想这个问题。这个好像有点回归到2000年初的时候那个游戏的状态了。没关系，你们小的时就是有，候玩游戏的什么状态？对呀对呀，你喜欢用手机玩就用手机玩呗，然后喜欢用 PC 玩就用 PC 玩呗。嗯，老我觉得式说法，对对对。之前那个小葱游戏上面好多游戏其实都是单人玩的游戏，就不存在竞对对对。技的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一打枪的这个游戏，因为是竞技，就是需要跟对方一起保持在线，然后对。呢，这个可能难度就会更大一点。如何是。在线，或者是有人闪退啦，或者是有人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如何计算这个评分？其实这个是每往前一步啊，就是我们刚不是说爬楼梯嘛，这个项目开发也是这样，就是你不可能凭空的造一个项目出来，它一定是你一步一步的积累，你这一个游戏产生了这块的积累，那个游戏产生了那块的积累，然后当你的拼图多了呢，你做事情的可能性就被放大了，你的拼图越多，你的产品受到的，你下一个产品受到的约束就越小。我们现在已经做的这些游戏，让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拼图，然后现在能来做这个多人对战游戏，这在以前你让我们直接做一个是想都不能想的，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就你刚说的这个，就是同步的这个，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两个人就是怎么保证状态跟对方一致。那我们去年，就是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做那个 BB 大作战的时候，我们用的是腾讯的一个服务。用腾讯的一个同步的服务呢，腾讯的服务是质量本身是还不错的，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只在国内有，然后国外它是没有，它不对国外提供服务的，这就导致然后我们国际服上就没法就是多人对战，
就受到约束很大。但是呢，通过用它那个东西，我们理解了这套东西，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做，然后我们这款游戏我们就自己做了一个。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从 A 到 B 到 C。如果你跳过了 A 和 B，你直接造一个 C 出来，很可能这个 C 你勉强造出来了，但是不可用，或者是人一多就不好了。就是这样，需要一个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过程。对，反正因为咕噜，我们邀请咕噜参加我们比特币协会的会议活动做演讲已经很多次了。咕噜每一次的幻灯片做的都是相当的规范，而且里面内容干货都很多，而且每一次都会介绍一下小葱游戏平台过去的发展历史以及未来的计划。然后也能看到，在过去的1年里吧，小葱游戏一直是按照自己的一个稳扎稳打的节奏发展到今天的。再翻回咕噜之前的一些演讲视频的话，没有被打脸，就是一直是践行着自己的想法和规划。我觉得这一点很难得，尤其作为一个竞争行业里的创业者，一直能维持初心，保持自己的节奏，这其实是挺难得的一件事情。然后也非常的祝福咕噜和小葱游戏能够发展好。我们最后就一个问题吧，因为我看这个叫 Echo 的朋友他又问了一个问题，我念一下，然后你准备回答就好了。因为像以太或者波场这样的公链，起码现在来说，对于一个想和区块链结合的传统应用来说是更友好的，即使脱离第三方数据服务商，也更容易和自己部署的节点进行数据读写和交互。对于我这样SV 上面做一些应用，发现困难相对较大。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坦率的讲啊，是一个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会问我，他说你这个如果同样一个应用在以太坊上就是智能合约的话，你可能1个礼拜做好了，在 BSV 上你可能没有完善的支持，然后甚至合约你可能从零写起吧，从零写起可能有点那个，但是确实是有很多事情需要去额外的考虑。那么这个事情是这么看的，就是有些路径看起来是在绕弯，实际上你是在抄近道，也说不一定。因为，你在以太坊上的经验，并不是完全没有用的。首先，我不会否定，就是你去做以太坊是不好的，我不会这么去说，你去做以太坊是不好的，你做 BSV 是好的，而是你在以太坊上的经验，也许会对你将来在 BSV 上是有加成效果的。那么，如果我们觉得在以后 BSV 会比在以太坊要好，那为什么你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对吧？你为什么一定要到最后被那种被驱赶过来，而不是自己主动选择呢？在这点上我是有点就是更就是不知道怎么说啊，但是希望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吧，而不是总是被平台赶着跑。因为我自己以前做游戏，对这个就是非常。就是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就是如果我自己不去观察行业的趋势，我总是去选择成熟的地方去做，那么是非常被动的。我刚进入游戏行业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在国内做游戏只有主机是最高端的，那么我就跑去做主机游戏去了。我刚毕业我就去育碧当时是中国很少的能够做主机游戏的3A 游戏3A 项目的。3A 项目的这个公司，我就去育碧了。然后后来，在中国国内3A 游戏没流行起来，流行起来了这个像魔兽世界，什么征途，什么这类的游戏 MMO。然后我就又选择了成熟的游戏，然后又跑来做 MMO。然后在我做 MMO 的时候，手游又兴起了。然后我又跑来做手游，你能想象吗？就是一个人，你不能够就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了，你不能做真正你觉得有价值的事情了，而要去迎合，不断的去跑。那么到了手游这个时候，我终于回过味儿来了，我也30岁了，我明白了，原来你永远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追，是永远不可能就是做成有价值的事情的。然后后来我就希望我自己能够看到趋势，能够走到趋势的前面去，能够不那么被动的去面对这些事情，能够有自我选择的余地，自主选择的余地。所以我就是
在区块链这个选择上吧，就选择了就是我认为更合适的方案。也许在其他人看来是在走弯路吧，但是我内心想的是，也许弯路就是那条最直的路。我想到了当时，我选择加入 BA 的时候，是因为我有一次看到，我去参加会议的时候看到 Jamie 在做采访，然后他里面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那句话就是你想成为一个追随者，还是想成为一个领跑者？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你刚刚说的那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候，或者甚至是在去年，或者是在前年，选择加入了 BSV 这一个领域。然后今天我们的活动又完美的超时了半个小时，是吗？然后与咕噜聊得非常的愉快。然后我们今天用了这个新的平台，我感觉大家的互动很热情，然后参与人数也不错。好多朋友我看进来还说怎么参与的人这么少？我说参与人少，你们就多拉些朋友来看啊。然后正是比较适合传播 BSV 正能量的活动和场合。不管是参与人多和少，我们觉得这种活动还是有价值的。其实大家也能看到，我们不管是我还是咕噜，我们也是要为这一次活动做很多的准备，然后也是在晚上的时间，希望能够把一些很有意思、很有价值的信息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给大家。然后也希望今天来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以后还能继续支持我们的活动和节目，然后也祝愿小葱游戏越办越好，祝顾老板心想事成，尽快开发出你的那个大型的、功能庞大的游戏出来。好，谢谢栗子。好，谢谢大家。然后看看消息里，好多人还跟我们说，跟我们道别呢。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今晚的直播。好，谢谢哦，我们再见喽。好，再见。拜拜。